谢氏一族私通北狄，泄露边防军图，即日起流放北京苦寒之地，永世不得返京。不要啊！我不要去北京，那地方会冻死人的。我爹没有通敌，你们这是污蔑！冤枉啊！流放北境，苦寒之地，雪封3月。我操，这哪里是流放，这他妈是送我回老家过冬啊！北京有什么可怕的？外头大雪封门，屋里火炕一烧，酸菜白肉锅里冻柿子烤地瓜往炕桌上一摆，那小日子谁过谁知道？传书3年，我在这破京城才是真的遭罪。冬天没炕，炭还死贵。谢家二姑娘谢明堂，还不快谢恩？不行，不能笑，这时候笑出来，容易被当场拖出去打死。民女谢主隆恩。明日卯时出城，若敢拖延，按抗旨论处。明堂，我可怜的女儿啊！你从小娇养在京城，哪里受得住北京那种娘地方？别怕，你不怕？我当然不怕，我甚至有点期待。娘，我只是太难过了。明堂，爹，是爹连累了你，好孩子，委屈你了。爹，我一想到北京的风雪，那冰河，那漫山遍野的大土豆，我就心痛如绞啊！什么？我是说，一想到那苦寒之地，女儿便心痛如绞。明堂，别怕，哥在。到了北京，哥砍柴养你，绝不会让你冻着。哥，我信你。好妹妹。谢怀安一家4口，正是。原兵部侍郎，罪臣不敢当。知道就好。城里没空屋了，城北有间旧屋，你们先住着。能住人吗？多谢大人。你倒是懂事。初来乍到，不敢给大人添麻烦。哼，柴炭配给3日后发，这3天你们自己想办法。3天？这天不给柴是想冻死我们。哥，大人，城门口那堆旧砖是废料吗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若是废料，能不能让我们捡一些？别人要柴要粮，你要破砖，京城小姐疯了吧？柴粮经过砖没人要，我们不敢多求。行，想捡就捡，别堵路。多谢大人。明堂，你怎么还谢他们？他们明摆着欺负咱们。所以咱们更不能现在呢。那堆破砖有什么用？盘炕。又是炕？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能救命的东西。这能救人？是我害了你们。爹，别说这个。明堂，爹对不起你。对不起有用吗？明堂，你怎么跟你爹说话？你若真觉得对不起我们，就活着，活着才有翻案的机会。你倒下了，谢家才是真的完了。哥，先把窗户堵上。娘，把能用的布和旧草挑出来。好。爹，你身子弱，坐着帮我看火。好。你呢？我看灶怎样？挺好的，墙没全塌，灶还有堰道，后屋地势高，不容易反潮，修一修能住。炕盘在那里。明堂，你真会。会。你什么时候学的？梦里学的。言传，听你妹妹的。爹，她说的对，现在不是争气的时候，是活命的时候。去捡砖。行，今晚要是睡不暖，我就把你这炕拆了。放心，今晚你不想下炕。这些够吗？不够，至少还要3筐。你要盖房子？差不多。谢明堂，你最好真能让我睡暖。哥，少说话，多干活。你现在使唤我倒顺手。你是家里力气最大的。这话我爱听。明堂，这泥要和成什么样？娘，加点干草，别太稀，能糊住砖缝就行。这样？对，娘真厉害。娘哪厉害了？就和个泥。会和泥就很厉害。以后咱家能不能暖，娘也有功劳。明堂，这烟若走不出去，会呛死人。所以烟道要斜，口要通，火不能急。你真懂。爹，你现在不信也得信。也是。哟，谢公子还真捡破砖呢。哼，你们这是打算垒坟？大人要进来坐坐吗？谁要坐你们这破屋？那就站远些，风吹进来，泥干不了。你敢使唤我？不敢，只是这屋要是修不好，明天冻死了人，大人还得费力往外拖，多麻烦。明堂，你胆子怎么这么大？娘，我胆子小，所以才要把炕盘好。就这？就这。能睡？先烧。
别急，热了，热了，真的热了。这竟真能成。暖的，铺草席，被子盖上，今晚都睡这里。全家睡一张炕，嫌挤？不嫌。会不会烧着？不会，火不进屋，热气走炕底。明堂，你救了我们一命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，明天还得修屋顶、堵墙缝、挖地窖。明天的事明天再说，我现在只想睡。老爷，我以为今晚要熬不过去了。熬过去了，我不想下炕。那你以后吃饭也在炕上？也不是不行。你多大的人了？明堂，今日做什么3件事：修屋顶、挖地窖、买菜。买菜，咱们银子不多了，所以要买耐放的白菜、萝卜、粗盐、古冻肉，能买多少买多少。买那么多白菜做什么？腌酸菜，酸菜，冬天的命。菜还能腌？能，不但能腌，还好吃。你说的好吃，是不是跟炕一样？得先信你。对，这里还有20两银子。爹，这是你最后的私房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娘的嫁妆被查封，哥的钱早被搜走了，能剩下的只能是你藏的。老爷，你还藏银子？以备不时之需。现在就是不时之需。新来的流放犯，大娘，白菜怎么卖？你不还嘴？还嘴又不能便宜。这姑娘倒实在，白菜2文1颗，萝卜1文1个。冻坏的便宜些吗？冻坏的你要？要。冻过的菜不好卖，那就给我算便宜。这些够咱们吃多久？省着点儿，1个月。白菜能放1个月，腌了能放1冬。明堂，我现在觉得你可能真是神仙。少拍马屁，回去挖坑。是不是又要下雪？不是下雪，是暴雪。那得快些。柴不够了，谁家还有柴？明堂，外头好像有人病了。这是什么？酸菜白肉锅的简陋版，能吃了吗？再等等。我觉得我能等，但我的肚子不太能。谁？别紧张，老头子路过。路过会敲门。闻见味儿了。老人家想喝汤。若方便，讨一碗。老头子用东西换。开吗？哥，开门。你们这屋怎么这么暖？先喝。怎么不好喝？姑娘，你这锅汤能救命。老人家贵姓？他们都叫我老栓头。老栓叔，想不想睡一次热炕？你想换什么？柴、野味，还有北境怎么活下去？成。怎么了？烫着了。这屋里煤炭盆咋这么暖？热气从炕底走。炕底，火在灶里，咋走到这边？烟道，灶里的热烟先进炕洞，绕一圈，再从烟囱出去。炕面被烘热，屋里自然暖。我妹厉害吧？你会？我搬砖。哼，那也是你妹厉害。姑娘，这手艺你从哪儿学的？书上。啥书这么能耐？杂书。兔子给你，汤和炕，值。一只够了。嫌少？不是，今天是换汤，以后我还想跟老栓叔换别的。小姑娘，你想换啥？柴火从哪砍最省力？哪片林子有野鸡？哪条河能凿冰捞鱼？城里谁能信，谁不能惹？你问这些干什么？活命。你爹以前是大官，罪臣而已。我不管你罪不罪，我只问一句：你们想在北京活多久？一直活。不是等赦令？赦令要等别人发，活命得靠自己。哼，行，冲你这句话，老头子教你。你真会打猎？你这话问的，老头子在北京活了60年，狼都见过20窝。那你教我下套？就怕你这细皮嫩肉的京城公子藕冻裂了哭鼻子。谁哭谁孙子？哥，先别急着去，明早你还得修屋顶。你这妹妹能管住你？她不只管我，她管全家。管得挺好。老人家，谢家初来北境，不懂规矩，以后还望多指点。规矩简单，第一，别信小丽的话；第二，别欠赌房的钱；还有呢？第四，别招惹军营的人。军营？
边城靠着镇北军，军爷有好有坏，正直的能护百姓，坏的能吃人不吐骨头。尤其是副将李茂手底下那帮人，少战。他管军粮，你咋知道？猜的。能让百姓都怕的，多半手里有粮有兵。姑娘，你不像京城养出来的小姐。那当然，我妹是神仙。闭嘴，吃饭。哎呦，舒服。舒服的像进了棺材。老少叔，这话不吉利。在北京能暖和死那是福气。姑娘，这东西要是能多盘几铺，能救不少人。所以我需要你帮我。帮啥？帮我告诉那些真正需要的人，别让快冻死的人还不好意思开口。成，明儿雪停，我带人来。带人来干嘛？来学怎么活。你们这是？不是你妹说的，让真正需要的人来。进来吧。谢姑娘，我们不是来白占便宜的，我家还有半袋豆子，孩子发热几天了。你怎么知道？脸红，嘴干，手却冷，冻着了，又饿着了。他男人是好人。去年在边军运粮，路上没回来，家里柴不够，我实在没办法。娘，盛碗热粥。哎。谢姑娘，我给你磕头。别磕，想谢我就帮我干活。干什么？洗菜、切菜、腌酸菜。我呢？会编筐吗？会。那帮我编菜筐和柴筐。你叫什么？石头。石头，你跟我哥去搬雪，挑干净的化水用。搬雪做什么？挖地窖。挖地窖为什么要搬雪？先把院里的积雪清出来，才能挖。这法子好，我们平日把菜堆屋里了，还招耗子。挖这么深真不会塌，所以要用木头撑。放菜不会冻坏。地底下比外头稳，盖上草席和木板，再封雪，能存很久。地窖存菜，屋里住人，人和耗子都舒服。明堂，这白菜洗好了，然后呢？撒盐，柔软，压进缸里。盐会不会太多？别舍不得盐，盐少了会坏。谢姑娘，这酸菜真能吃一冬？能。那能教我们吗？我不是想偷方子，我就是孩子冬天总饿，若菜能放久些。能教。今天你看着做，回去自己试。缺缸的话，先用木桶，不收钱。你拿什么给我？以后有空来帮我干活就行。别哭了，菜里进眼泪，要咸过头了。我觉得我的腰不是我的了。这什么？冰的？冻梨。梨还能冻着吃？能，放一会儿再吃更好。这个我知道，北京孩子爱吃。甜的。明堂，你今日做的不只是为了咱家。爹，在北境一个人活不久。是爹眼界窄了。爹以前管的是朝廷账本，以后可以帮我管菜账。好。柴呢？没领到。不是说3日后发吗？那个姓刘的小吏说，咱们是新来的，名册还没补上，要等下月。下月这天没有柴，如何过？他还说什么了？哥，他说通敌罪臣一家能有破屋住就不错了，还想要柴炭。哥，带我去。你别去，我去揍他一顿。揍完呢？揍完再说。揍完他有理由把你抓起来，娘哭爹急，我还得去捞你。你想让我多干多少活？那怎么办？道理。他那种人能听道理？听不听是他的事，让别人听见是我的事。哟，谢公子搬救兵来了。刘大人，什么事儿？我来问问谢家柴炭配领为何没有？不是说了，名册没补。那请大人给我看名册。名册是你能看的？不能。那请大人写张条子，说明谢家因名册未补，暂不发柴炭。若这几日冻死了人，也好有个凭据。你咒谁死？不是咒，北境天寒，没柴会死人，说明的杠柄大有大人的道理，写下来，日后上头查问也不至于怪错人。刘哥，要不先给他们发一点，真冻死人也麻烦。闭嘴！吵什么？大人，谢家闹事。马大人，民女不敢闹事，只是想问一句，
朝廷流放谢家，是要我们在北境服营，还是要我们冻死在边城？若是服刑，柴炭配比该有；若是冻死，劳烦大人给个准话，我们也好早些准备棺材。你就是那个会盘热炕的谢二姑娘？是。听说你给城北寡妇家也盘了一铺，她孩子病了，没收钱？收了，她以后来帮我洗菜。倒会算账。大人不能坏规矩，规矩是你定的。是。按例发，3日的柴半袋炭。多谢大人，不过民女还有一事相求。你别得寸进尺。不是要东西，城门口那些废木料、破门板和旧砖，可否准我们挑些回去？你还想给驿站盘炕？不白拿。若驿站有漏窿的屋子，我可以帮忙盘一铺小炕。真能让屋子暖？能。废柴吗？比炭盆省。先给驿站后屋盘一铺，若真暖，废木料你随便挑。成交。你刚才真吓人。我那么温柔，温柔的刘小丽脸都绿了。哥，打人只能打一个，让他丢脸，能让一群人记住。有道理。你真要给驿站盘炕？要。他刚欺负咱们。马一晨不是刘小丽，能拉一个算一个。明堂，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要在这儿扎根？哥，不扎根怎么过冬？这真是只烧一灶柴。若屋子缝堵好，还能更省。刘大人，要不要也坐坐？哼，谁稀罕？这屋咋这么暖？我也来摸摸。我要了。都出去，像什么样子？谢姑娘，你这手艺想不想卖？不卖。大人，他不识抬举。盘炕不是一张方子，得看屋子砚道土质，卖了也未必会。若大人愿意，我可以教驿站2个手脚灵标的人。你教？来了条件。什么？第一，谢家的柴炭配给按例发，不许再克扣。第二，城北几户老人寡妇病弱之家，若要盘炕，驿站废砖废木优先给他们用。第三，以后谢家入城门，不得无故刁难。你一个流放犯还敢讲条件？大人若觉得不妥，就当我没说。呵呵，谢姑娘，你不像罪臣之女，倒像来跟本官谈买卖的。活命本就是买卖，我拿手艺换安稳，大人拿废料换人命，不亏。成。大人，闭嘴。明堂，这么多人，咱们管得过来吗？一个一个来。谢姑娘，我家没银子，有砖吗？有几块破砖。有柴吗？不多。先给你家盘小炕，只睡人，不烘屋，柴少也能用。真成？成。我家屋子塌了半边，还能盘？先修墙。我没力气。我去。看什么？我又不是白干。他家不是有把旧弓吗？我想看看。行，你帮我修墙，我教你拉弓。成。县道不能直冲屋里，要绕一圈，再从烟囱出去。先喝口热的，再去搬。老太太家破砖12块，黄泥2筐，工时先记半日。记下了。明堂，怎么了？你这账不像普通买卖账，那像什么？像户籍、徭役和赈济账。爹看出来了，北境缺的不是一个热炕，是一套过冬法子。谁家有劳力，谁家缺柴，谁家有老人孩子，谁家能帮别人干活，都得记清楚。你若是男儿，女儿也能记账。是爹说错了。明堂，以前在京城，别人见了我们，是因为爹的官位才客气。现在呢？现在好像是因为咱们真的有用。回来喝汤了。姑娘这手字真好看，太后娘娘见了，定要夸姑娘心善。搜将士为大齐守江，吃苦受冻，我不过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，哪里当得起夸？京城谁不知道？姑娘每年都给北境捐棉衣药材，若不是姑娘，边军不知要多受多少苦。善事在外头便是做了，不必挂在嘴边。奴婢明白。姑娘，北境来信了。谁送来的？咱们派去的人。拿来。姑娘，可是边境到了北境？是，人已经安置在边城城北旧屋，活着，活着。流放路上没病死，倒算命大。不止活着。
信上说，谢家二姑娘谢明堂在北境盘出一种叫火炕的东西，屋里不用炭盆也暖。她还教了几户百姓盘炕。边庄那边，一个罪臣之女，能有什么真本事？谢姑娘若真能让百姓少受冻，也是好事。姑娘，那咱们还要继续查吗？查她的火炕从哪里学来，查她接触过哪些人，查她有没有见过镇北军的人。镇北军？北境是镇北王的地方，姑娘是担心镇北王殿下会注意到她。一个流放罪女，还不至于。姑娘，无妨。姑娘，年后给北境的棉衣还照旧送吗？送，不但要送，还要大张旗鼓的送，让京城都知道姑娘心系边关，也让北境的人知道谁才是真正能给他们活路的人。奴婢明白。谢明堂，姑娘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北境那么冷，她能活下来，倒也有趣。去！冻着了？没有，大概有人念叨我。谁？不知道。要不要多烧点炕？烧，不但要烧，还要烧得更旺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咱们得在他们动手之前，让整个北境都知道。什么？谢家死不了。明堂，这真能吃？能。真能种？能。真不是发芽的石头？哥，你再问，我就让你把这1亩地全翻了。这玩意儿我从前在官贵商队那儿见过，没人拿它当正经粮。那是他们不会种。你会？会。姑娘，火烫我信你，酸菜我也信你，可这土疙瘩能长出粮来，老头子还真有点不信。你怎么还切了？种子不就坏了？这样一颗能变好几颗。它不会疼吗？哥，它是土豆。谢姑娘，你这是种啥呢？土豆。土豆是啥？粮食。这疙瘩也能当粮食？京城来的小姐就是讲究，连石头都想种。你们懂什么？没事。谢姑娘，这东西真能活，能活，能收多少？到时候请你们来看。你们笑啥？谢姑娘盘炕的时候你们也笑，现在谁家不想盘一铺？那倒也是。他们笑得我手痒。哥，以后他们会抢着叫你谢大哥。哼，我才不稀罕。那如果他们送你鸡蛋、冻肉、野菜呢？那可以考虑。明堂，这真能成吗？能。若不成呢？那就再想别的办法。明堂爹以前在兵部看过北境，这里地寒，产粮极难。若这土豆真能高产，那北境就能少饿死人。一开始只是想让咱家吃饱，现在发现能多种点就多种点。姑娘，若这东西真能让人吃饱，老头子给你守地。守什么？有人笑归笑，真要知道这是粮，未必没人偷。我也守。那就麻烦老栓叔和哥了。放心，谁敢偷，我把他埋地里当肥。燕川，哥，咱们是种粮，不是种人。回家。回。晚上吃什么？酸菜炖兔肉。那快走，土豆先让他自己努力。行吧，土豆努力，我们也努力。谢姑娘，这叶子长得这么旺，地下真有东西。有。能吃？能。啥时候挖？今天。明堂，要不我先挖？你轻点。我知道。愣着干啥？挖出来呀！妹，这下面全是粮。差不多。天爷！谢姑娘，这一颗能结这么多，种得好还能更多。那这1亩地得收多少？1笼50窝，一窝少说5、6个，这1亩，妹，我算不明白了。那就别算，先挖。娘，怎么又哭？娘不是难过，娘是第一次觉得咱们真的饿死了。北境若有此物，军民皆可活。是这个理。你要怎么吃？烤着吃、蒸着吃、炖着吃都行。今天先烤。熟了吗？没。现在呢？没。现在呢？你自己看。
咋样？娘，好吃。谢姑娘，这种子卖吗？我分。每家拿1小筐种熟，明年开出跟着我种，不收钱。真不收？但有条件：第一，不能偷卖给来路不明的人；第二，种成后每家留种；第三，谁家学会了，要教下一家。谢姑娘，那个烤土豆还有吗？哼，我妹又不是灶王爷，天天给你们变吃的。哎，我拿钱买。对啊，能卖。卖烤土豆？不止，卖酸菜锅、土豆粉、冻豆腐、热汤。咱们会不会忙不过来？所以要分工。娘管后厨和汤锅，娘现在酸菜腌的最好，那是你教的好。我哥负责搬货、看铺、打架。前2个我懂，第3个是不是太直白了？开铺子肯定有人找麻烦。那我行，你倒把全家都安排好了。还有我负责做第1锅。咱家是不是跟破屋有缘？能修啊，我就知道。这是什么味儿？这么香！谢姑娘，老头子来给你捧场。吃什么？有啥？酸菜锅2文1碗，土豆粉3，烤土豆1文1个，热汤1文。咋还收老头子钱？亲兄弟还明算账。谢小子，你掉钱眼里了。多谢老栓叔。给我1碗，我要土豆粉。排队，别挤，谁挤谁最后吃。燕川，3号桌2碗粉。娘，3号桌在哪儿？你左手边那个。哦。谢技师这儿。吃锅。听说你家热汤管饱，管热不管饱，饱得加钱。行，来4碗汤，2碗粉。要是军营里也能喝上这个就好了。你说啥？没啥。送你们的。这怎么好意思？下次带人来。一定。明堂，咱们今日赚了这么多。我收的钱1文不错，扣掉菜肉柴火，仍有盈余。我从没想上有一天靠卖汤赚钱。娘，赚钱不可耻。娘知道，娘就是觉得踏实。我也踏实，就是腿快断了。明天还开？还开？当然。妹妹，我现在承认你不是神仙。那是什么？你是周八风。妹，你听见没？边城现在都说冷了去谢祭，饿了也去谢祭。别乱说。真的，县衙管罚，谢祭管活。哥，这话在外面别说。懂，低调。谢姑娘，本官想跟你谈笔正经买卖。大人，先说好，我妹不卖方子。谁问你了？请说。若火炕能推开，对县医也是功绩。你能不能多带几个人盘炕？能，不过我不止盘炕。那还做什么？过冬套餐。啥套餐？盘炕、堵墙、挖地窖、腌酸菜、储柴、晒风干肉。单盘一铺炕只能暖几晚，整套做下来才是真能过冬。怎么收费？分3等，穷户只收材料和工时，能用劳力抵；普通人家收500文，富户收2两银子。富户为何贵这么多？他们要求多，炕要平，屋要净，地窖要大，酸菜缸还要摆得好看。有钱人的钱真好赚。有理。县衙若愿意出面张贴告示，说明火炕可防寒救命，我每做10户，免费给1户孤老病弱之家做。谢姑娘，你这是把善事和买卖都做了。人得活，铺子也得活。好，本官给你写告示。烟道别堵，这边先抹平。这根不成，烧火还行，称地窖能塌。盐别舍不得，压紧些才放得住。 2两银子，你这不是抢钱吗？您家几口人？17口。去年冬天请大夫看冻伤花了多少？3两多。那今年花2两，不冻伤省1两。盘。明堂，
咱们真赚到了。买肉，买一半肉，留一半做本钱，本钱又不能吃，能换更多肉。那买本钱。明堂，你这套做法像是在经营一座小城。爹说错了，哪里错？现在还不是城，只是一条街。妹，我觉得流放也不是不能过。这话可不能乱说。我错了。从今晚开始，身处北境的冬天变了一点，不多，但已经开始变了。京城沈姑娘心系边军，捐棉衣500件，药材10箱，祝北境将士安度寒冬。沈姑娘是谁？京城第一善女啊，每年都给边军捐东西，真是菩萨心肠。妹，这阵仗够大的。你不去看看？不急。我怎么觉得你一点也不高兴？哥，真正送东西救命的人，不会这么急着让满城都知道。这沈姑娘往年也送，有用吗？名头挺有用。衣服呢？有的能穿，有的薄得像纸，军营那边不让说。这衣服刚领的。是啊，沈姑娘捐的，听说京城贵女亲手张罗的。暖吗？还行吧。风一吹就透，别乱说。衣服能给我看看吗？谢姑娘，不是不给看，这是军中发的。我没问你们话呢。我只摸一下。狼花、旧棉、碎布，这不是棉衣。什么？这是要命的东西。从军营熟人那儿借的，明早得还。这怎么能御寒？这批棉衣有兵部文书，有沈家管事当众念了。爹，你想到了什么？当年我查的军需账里就有棉衣一项，所以爹当年被陷害，跟这沈家有关。还不能断定，但兵部尚书姓沈。现在怎么办？直接拆穿？不急。这还不急？士兵穿这个会冻死。所以要拆，但不能只拆一件，要让所有人看见。明坛，那可是京城沈家。娘，北境的冬天不会因为他姓沈就暖一点。你要做什么？爹帮你。明天把这件衣服还回去。还回去？然后请那几个士兵后日再来吃汤。为什么？因为后日有寒潮。又下雪了。不是普通雪。你怎么知道？风声不对，今晚要动人。谢姑娘，谢姑娘在吗？谁？谢姑娘，救命！谁出事了？上兵营，好几个人冻过去了，穿着新发的棉衣也不管用，手脚都僵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不是刚发了棉衣吗？那衣裳不暖，风一吹就透。我们不敢说，可今晚太冷了，已经有人喊不醒了。妹，哥，烧热水。娘，把姜片、盐、风干肉都拿出来。爹，帮我写几张条子，让老栓叔、石头、马一灿都来。好，谢姑娘，你真有办法？有，但你得听我的。现在回送姜的人抬到避风屋里，别用雪搓，别直靠，先用被子裹住。不用雪搓？谁告诉你用雪搓的？老兵都这么说。会把人搓坏，记住，慢慢回温。热汤我马上送到。我记住了。沈玉姬那个假善女送来的到底是什么破烂？破烂都不如，旧絮、碎布、兰花，外面蒙一层新布，骗得了京城贵人，骗不了北境的风。他们怎么敢？那是边军穿的衣裳上啊！当年我查军需账时也已等新棉，事发却迟迟查不到下落。爹，这就是同一条线。我明白。丫头，出事了！伤兵营冻倒了人，伤兵营那批衣裳不成。老头子摸过，轻飘飘的，连我家狗窝的旧垫子都不如。谢姑娘，你叫本官来做什么？大人，劳烦你做个见证。这不是沈姑娘捐的棉衣？这就是京城送来的善心。这怎么会？大人，现在伤兵营有人要死，你是要继续夸沈姑娘心善，还是跟我去救人？去。炭不够，被子不够，药也不够，再这么冻下去，撑不到天亮。硬、冷、发紫。哥，热汤来了。谢姑娘，
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不会，我脚没知觉了。能说话就死不了。喝完以后还要来我铺子割炸。我还能射？能。臭小子，先活下来再说。先给冻得最厉害的人裹上，破洞大的别省布。这样不行，汤再热，屋里不暖也撑不住。盘炕。现在？谢姑娘，这里是军营，你说盘就盘。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哥，拆就灶，老栓叔找砖，马大人派人弄黄泥和干草。今晚不盘出热炕，这里至少要死3个人。来一个，走了，站着。裂透的别用，撑不住热，换下一块。从这一刻开始，沈玉姿的善心遮不住了。活了，最危险的3个都缓过来了。我也快没了。起来，别挡道。老栓叔，你就不能心疼一下晚辈？你壮得像头牛，用不着心疼。谢姑娘，昨夜若不是你，不是我，是火炕和热汤，那也是你带来的。大人，商云堡不能只有这一铺炕，至少还要3铺，分重伤、轻伤和守夜的人。对，若能再有几铺，冻伤的人能少死1半。谁准你们在军营里乱盖平房的？副将李茂，你就是那个流放来的谢家女。说话客气点。罪臣之子也敢在本将面前放肆？民女谢明堂，见过李副将。昨夜商云营出了点小事，你倒会钻空子，又送汤又盘炕，是想在军中收买人心？副将大人，昨夜若不是谢姑娘，这些人真会死。将问你了，大人误会了，民女只是救人。救人？你当众拆沈姑娘捐的棉衣，说里面是旧絮碎布，可有证据？这不就是证据？胡说！这棉衣从京城送来，兵部文书清清楚楚，沈姑娘人善之名天下皆知。你一个通敌罪臣之女，污蔑京城贵女，意欲何为？衣服烂成这样，还不让人说？来人，你敢抗军令？谁敢？李副将，这里不是民女，也不是你的兵，你要打我兄长，凭的是哪条军令？昨夜冻伤17人，重症5人，若不是火烫和热汤，至少3人撑不过天亮。李副将不问为何棉衣不暖，不问军营为何缺炭，反倒先问我为何救人。大人是在怕什么？妹，你这句有点狠。好的很。来人，把这个妖言惑众的罪女带走。副将大人，躺下。谢姑娘救了我们，她不是妖言惑众。是啊，大人，衣服真的不暖，昨晚我穿着它跟没穿一样，求大人查查棉衣吧。吵什么？将军，谢家罪女扰乱军营，污蔑沈姑娘捐赠的棉衣，末将正要处置。你就是谢明堂？是。昨夜是他救了你们。是。这就是兵部送来的棉衣。将军，此事或许是下面人保管不当。保管能把新棉保管成芦花？谢姑娘，你会盘火炕？会。能给商云堂都盘上？能。但我要看商云堂的军需账。不可。为何不可？军需账乃军中机密，岂能给一个流放犯看？那就请顾将军自己看。民女只需要知道炭、木、砖泥、棉衣、被褥的实数。你想查什么？我想知道边军缺的到底是东西还是良心。账册，我给你看。将军，昨夜商云堂差点死人，这笔账，本将也要看清楚。多谢将军。妹，这么多。账面做得很漂亮。漂亮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越漂亮越假。这里写去年入库棉衣3000件，领用2600件，余400件。若是真的，伤兵营不该缺衣。炭火呢？账上也不缺。账上不缺，人快冻死了。老爷，这是不是和当年的案子一样？很像。爹，你把可疑的地方都标出来。好，明白。哥，明白。你去找老栓叔和石头，叫人搬砖、挖泥。账要查，炕也要盘。谢姑娘，这3间都能改吗？能。第1间做重伤炕，火力稳。
第2间给轻伤，抗面宽；第3间给守夜士连着灶台，方便熬汤。好，这样重伤轻伤都能分开养。再加点草，别太稀。这军营也是怪，账上啥都有，库里啥都缺。传叔，少说2句。哼，怕啥？老头子都这把年纪了，谁还能把我送去流放？老栓叔，少说2句。成。妹，要不要我去吓吓他们？不用，让他们看得越仔细，越知道这炕真能救人。他们以后想污蔑就没那么容易。多久能用？今晚就能睡人。这么快？简易炕不讲究好看，只讲究救命。将军，躺着。将军，我们昨晚以为熬不过去了。先吃。给我的。给你的。吃完有力气，明天继续骂那破棉衣。好，将军习惯就好。我妹从小这样。哥，你为何愿意帮边军？因为边军活着，边城才活着；边城活着，我家才能活。只是如此。还有，我爹不是通敌之人，谢家若真要证明清白，就不能怕军营。谢姑娘，若谢大人真有冤，本将不会袖手旁观。将军，民女还有一事。说。军营每日喝冷水，啃硬饼，冬天伤身。我可以教伙房做土豆粉热汤和酸菜炖肉，食材便宜。这好，伤兵最需要热食。需要什么？列单子。还需要查一查军营库房里原本该有多少肉干、盐和炭。明日查库。妹，我今天不想动了。我们是不是已经进了别人的局？不是进了局，是把局先开了一脚。那接下来呢？等他们急。炭少了3成，肉干少了4成，棉衣缺了近1000件，药材也少了好几箱。李茂呢？副将大人病了。病得真巧。明堂，账目对不上，还需要运输记录和签收文书。我知道。李茂不会给。他会急着回。着火了！快，别让火窜上梁！谢姑娘，抓到了！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谁让你烧的？是副将身边的王校尉。将军，北敌夜袭，多少人？不清楚，风雪太大，哨塔看不清。妹，你回城。不，这是打仗，所以我不能回。你留下能做什么？后营，将军，前线交给你，后营交给我。伤兵不能乱，热汤不能断，火烫不能灭，否则不用北敌打，自己先垮。好，你会武？会。你带20人护住后营。是。北敌来了，我们会不会守不住，腿还动不了？都闭嘴！能动的帮不能动的，能喝汤的先喝，能骂人的就留着力气骂北敌。谁敢说丧气话，明天谢祭不赊账。谢姑娘，这时候还惦记赊账？当然，活着的人才有账要还。柴和冻肉都来了。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能来，娘为什么不能来？我会熬汤，会缝衣，也会看火。文书房救出来的账，我先带过来了。爹娘，别敢动了，外头又送来一批伤兵。让路。抬到第2间炕，轻伤自己走，重伤先灌姜汤。谢姑娘，若我死了，你不会死。我是说若没有若。吃完，活着回去。守住了。妹，我们守住了。镇北王到！参见王爷。
你是谁？王爷，这位是谢明堂，昨夜后营能稳住，多亏了他。谢。罪臣之女谢明堂，见过王爷。谢怀安的女儿。是。通敌泄露军图的谢怀安。我爹没有。你想说什么？兄长想说，案子尚有一处，只是眼下伤兵未安，不适合争辩旧案。你倒冷静。北境太冷，不冷静容易冻死。王爷，躺着。伤亡如何？回王爷，昨夜送来伤兵43人，重伤11人，冻伤27人。若无火炕热汤，冻死冻残者恐怕过半。现在多数都保住了。火炕是谁做的？民女。热汤、土豆粉、酸菜也是你？是。棉衣问题也是你拆出来的？是。你一个流放罪女，懂得倒多。我妹懂得多也有罪吗？谢延川，你是他兄长？是。昨夜后营护卫是你带的？是。杀了几个？2个，还有3个打伤了。手没抖，胆子也够。顾长辉，记下。是。谢怀安，罪臣在。你手里是什么？军需账册。昨夜文书房起火，民子谢明堂让人旧账，罪臣曾在兵部任职，略懂账务，便先替顾将将整理。军需亏空。棉衣3000，实缺近千；炭火5000石，实缺30%。肉干、药材、军靴均有缺漏。末将失察。李茂呢？李副将称病在营。拿来。谢明堂，你为何要救镇北军？因为镇北军守边城。只是如此。还有谢家被流放北境，若边城破了，我们也活不了。民女救边军也是救自己。你倒坦白。差不多行了。王爷喜欢听假话。顾长风，末将在。火炕暖营继续建，谢明堂需要什么给什么。是。西淮安暂协查军需账。王爷，罪臣身份，本王知道你的身份，也知道这账不是普通人看得懂的。至于你，王爷想问什么？问火炕，问棉衣，问军需，也问谢家的案子。民女随时恭候。妹，这王爷看着不好惹。但好像比那些京城贵人强。至少他看账。看账怎么了？哥，愿意看账的人才可能愿意看真相。我陪你去。不用。那可是镇北王，所以你去了也没用。谢明堂，你就不能说好听的？哥，你留在后营，火炕刚盘好，暗道要有人看，伤兵也要人守。那你小心。要是他说难听话，你忍忍，不能忍则忍，回来告诉我。告诉你做什么？我替你骂。知道了。见过王爷。你知道这里是哪儿吗？黑凤口。你认得？听老栓叔说过，北蝶若趁雪夜绕小路，黑风口是最近的路。一个流放来的京城小姐，懂火炕，懂储粮，懂商，还懂边境地形。王爷怀疑我？本王不该怀疑。该。在北境，不怀疑的人死得快。说说，你这些本事从哪儿来？想活。想活就能会这些？不会就学。书上学一些，路上看一些，到了北境再问老川叔一些，再加上我运气好。这也是运气。这是手感。新棉蓬松，旧絮发硬，芦花轻薄，穿在身上，风一吹就透。王爷若不信，可以自己摸。你说的对。你为何要查军需？因为有人要用军需害人。害谁？边军、百姓，也包括我谢家。谢家的案子，你知道多少？我知道我爹没有泄露军图。证据？暂时没有。没有证据，你凭什么这么肯定？凭我爹是谢怀安。王爷可以说我偏心，但我爹在兵部多年，做事谨慎。他若真要通敌，不会蠢到用自己的印证去碰边防军图。那份所谓证据太顺了。什么叫太顺？出事前，我爹刚查到军需账异常。出事后，军图立刻在谢家书房搜出，证人、印证、往来录信一应俱全。真正做事干净的人，
不会留下这么齐全的把柄。只有栽赃的人，才怕证据不够多。你想回京吗？想。现在回去，谢家还是任人拿捏。为何？别人说我们通敌，我们就被流放；别人说我们有冤，我们就回京。命一直攥在别人手里。那你想如何？我要带着证据回去。只是证据？还有北境的土豆、火炕、棉衣帐、商明王的证词、百姓的名字。我要让京城的人知道，谢家不是逃回去求饶的，是堂堂正正走回去的。那你恨本王吗？王爷为何这么问？谢家流放的折子，本王当年也看过，本王没有替惠贞安说话。恨。继续。王爷当年没查清，就默认我爹有罪，我们一家在路上差点冻死。到了北京第一晚住破屋，若我不会盘抗，我娘可能已经病死了，所以我恨。但王爷现在愿意查账，愿意看证据，所以我也愿意和王爷合作。你倒分得清。恨归恨，活归活，翻案归翻案，我没那么多力气只顾着恨人。谢明堂，民女在。3日内整理出你要查的军需缺口。是。谢怀安协助你。多谢王爷。顾长风，封锁军需库。李茂未查清之前，不许离营。是。他没为难你吧？没有。你脸色怎么怪怪的？哥，镇北王这个人可能真的能翻案。真的？能翻案的人，也一定会招来真正藏在后面的人。北京这盘棋才刚刚开始。爹，这么多账，真能理清？能。假账再漂亮，也怕互相对。怎么对？入库账、领用账、运输账、采买账、军中实务，5本账只要有1本不合，就有问题。我宁愿去打10个北狄。别乱说话。账本比北狄可怕多了。找到了。什么？棉衣，账上写去年10月入库新棉衣3000件，采买价每件8000银子。8000？太低了。京城新棉布料人工运输到北境，每件至少1两3尾，8000买不来好棉衣。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做真棉衣。不错。可这里的报销账写的是每件1两6钱，什么意思？账面向朝廷报1两6钱，实际用8000买破棉衣，中间8000被吞了。3000件，1件吞8000，那就是2400两。不止，棉衣只是其中一项。炭火、军靴、药材、肉干都有类似问题，尤其是炭火，账上写足额入库，实物却少了30%。送炭的商队是谁？姑娘，我问过了，是横空车马行。爹知道。横通车马行，明面上是商行，背后和兵部尚书府有关系。所以沈玉科捐棉衣是假，吞军需是真。他未必只是捐，这批棉衣挂着沈家的善名，进军营时谁敢细查？一边贪银子，一边赚名声。边军穿着这种东西会冻死的。他们知道。这些账若是真的，李茂该死。不止李茂，李茂只是边关副将，他吞不了这完整的链条。采买在京城，运输过州府，入库有军需官，领用有签押，每一步都有人。且这些账目和当年我查到的那批军需异常很像。谢大人当年查到了什么？当年准备查到兵部，就被人播王举报私藏北境的东夷军图。第2日，军图就在我书房搜了出来。谁搜的？兵部尚书沈崇亲自带人。沈玉琪的父亲？正是。谁？姑娘，李副将那边有动静。说。李副将称病，其实派人去了城西旧库。老栓叔让我回来报信，他说那地方平日没人去，今晚忽然有人搬箱子。旧库。带兵过去。我去。你又去？那里面可能有证据。证据重要还是命重要？都重要。你留下。将军认的军械，爹认的账，可旧棉龙花药材真假，我认得。谢彦川，护着他。不用将军说。拿下！跑啊！老头子看你们谁跑得过剑！这是私账。谁的？上面有沈崇的案迹，带回去。不好，还有人！哥，追！小伤，别哭啊！我没哭。那你手怎么抖？气的。明堂，
咱们真能找到要命的东西了，对吧？对，找到了，所以他们开始杀人灭口了。王爷，末将不知犯了何事，要被如此对待。救库的人是你派的？什么救库？末将病中一直在营帐养病。说，是王校尉让小的去搬箱子，说旧库里有些报废物件，留着碍事，烧了干净。胡说！王校尉何在？叫他来对质。王校尉昨夜死了，死在城西雪沟里，喉咙被割。李副将不知道。王爷，末将确实不知，或许是王校尉私下做了什么，怕牵连末将，才畏罪逃亡，被人灭口。这人比想象中难缠，账册可以推给下属，旧库可以推给死人，棉衣可以推给京城。这本账你认得吗？不认得。李副将，这本私账中记了边军东医炭火药材克扣数目，与你营中账目完全对应。罪臣释怀安的话也能作证。谢大人当年是因通敌流放北境，如今急着翻案，自然要把脏水往别人身上泼。你说谢怀安通敌，朝廷定案，末将不敢妄议。那谢明探呢？王爷，末将正要说此事。谢家人入北境后，处处笼络边民，又插手军营，查故墟，盘火炕。看似救人，实则居心叵测。昨夜救库之事，说不定就是他故意设局，想毁去真正对谢家不利的证据。放屁！谢公子如此急躁，莫非心虚？够了！王爷，谢家地窖里搜出北狄信物。什么？你笑什么？笑李富祥终于急了。谁搜的？刘继续带人去搜的，说有人举报谢私藏北狄物件。东西呢？正在带来。王爷，人赃并获，谢家地窖暗阁里搜出的。王爷，谢家通敌旧案未清，如今又搜出北狄信物，足见他们一家狼子野心。刘继续，你说是从我家地窖搜出来的？正是。哪个地窖？谢家院角那个。谁带你去？有人举报。谁？匿名。那你知道我家地窖有几层吗？第一层放白，二层放萝卜，最里面有个小木架，架子上是酸菜缸，左家楼暗阁是右墙位置。就在墙角。王爷，若有人藏东西，不会选那里。你自家地窖，当然怎么说都行。所以我让人守了。石头。王爷，姑娘3日前就说，可能有人会往谢家栽东西，让我和老栓叔轮流守地窖。昨夜这人翻墙进来，把木祥塞进白菜筐下，被我和老栓叔当场抓住。说，谁派你去的？小的是奉刘军须的命。你胡说！这是从他鞋底夹层里搜出来的。姑娘说，做脏事的人常把保命东西藏鞋里。什么时候说的？昨晚。刘军须，李副将府上的银票好用吗？王爷，末将冤枉，这都是他们合谋陷害。合谋？李副将，你栽赃我家通敌，可这封北狄写错了。我不懂北狄字，但老川叔懂几个边帽常用字。他说这封信里有个词是南边商队才会用的俄写，真正北狄军中不会这么写。是，写的贼假。李茂、刘军修，压下。王爷，末将是沈尚书的人，你不能。沈尚书，终于要出沈家了，这一局不亏。王爷，末将只是被下属蒙蔽。刘公茂、旧库士兵、灰衣人，都说与你有关。末将不知情。沈家的私印，能确定？能。当年沈崇送往兵部内库的私函上，也用过这种暗印。东医照旧，旧序缠办，新棉另转。谢氏若查，可借旧案压制，必要时坐实其通敌。好一个边军善女！王爷，末将只是听令办事。棉衣是京城送来的，账也是兵部批的。沈尚书说，只要北境这边不多嘴，每年分数小不了。也是沈崇让你做的，不是沈尚书，是沈姑娘传的话。京城第一善女。姑娘说，谢明堂不能留，她在北境声望越高，京城那边越难遮掩。一个闺阁贵女，守身的道场。沈玉珂不是普通闺阁贵女，她多年经营边军善女的名声，靠的就是这条军需线。她捐棉衣，百姓感恩，太后夸赞，镇北王也会听见她的名字。可没人知道，她捐来的东西里有多少是从边军身上剥下来的血肉。沈崇、沈玉珂，某皇子，
都在里面。王爷，牵涉皇子，没有皇子点头，兵部尚书不敢吃这么大的军需。当年我查到的账，勾结边关副将，最后也指向北狄。哪位？皇子军需，这案子翻出来，不只是谢家平反，是朝堂大震。写供词。王爷，若写了，莫见一家。你现在还有资格谈条件？王爷，供词要写2份。为何？一份送京城，一份还有北境。若路上被劫，若京城有人压案，北境这边也能继续查。顾长风，照他说的办。是。腾一份。爹，撑不住就休息。爹等这一天等太久了。800里加急送京。送给谁？陛下御前，另送一份给大理寺卿，只送一处，容易被拦。这个人确实懂局。姑娘，北境来信断了。李副将那边3日没有消息，派去的人也没回来。谢明堂呢？不知道。镇北王呢？听说王爷去了边关。姑娘，看来北境比我想的热闹。姑娘，若李副将出事，他不敢供我。可若是镇北王亲审呢？去告诉父亲，北境的账可能压不住了。是。还有，进宫。姑娘要做什么？太后最喜欢听我说边军的事。我要在北境的信到之前，让所有人先相信我。太后娘娘，玉科不敢说自己做了多少善事，只是北境虎寒，边军不易，玉科每年尽力筹备棉衣，却没想到有人拿此事污蔑沈家。谁污蔑你？听说北境有流放罪臣之女，说一波宽送去的有假，只怕寒了边军的心。你这些年做的事，哀家都看在眼里。太后娘娘，陛下召沈姑娘去御书房。这时候，御前急召。沈玉称，你说边军棉衣被人污蔑。陛下，臣女冤枉。你先看看这个。这定是下人贪墨，臣女不知情。沈家以善名遮丑，贪墨边军冬衣，致使北境士兵冻伤无数。谢怀安当年查得此事，你们便伪造军办，将其全家流放。陛下，臣女一个闺阁女子，哪里懂军需？臣女只是想为边军做些事。你想做的是让边军穿旧恤替你博名声。王爷，你信一个流放罪女，也不信我。本王信诏。明堂，这次不会又是坏消息吧？不会。圣旨到，查谢怀安私通北狄、泄露军图一案，系兵部尚书沈崇、二皇子萧承玉一党伪造证据，构陷忠良。今冤情昭显，复谢怀安原职，撤谢家流放之刑，准其返京。臣谢怀安，谢主隆恩。谢明堂于北境献火烫查军妃，救边军有功，特赐黄金100两，良田100亩。令准协镇北军，推广火烫暖营与耐寒2种。好，谢姑娘有功。谢家是冤枉的，谢姑娘救了边城。明堂，我们能回家了。回家？以前这2个字指京城，可现在我看见的是火烫暖营，是地窖里白菜，是排队等着领土豆种的百姓。京城是旧家，北境也是家了。圣旨到了。你可以回京了。不高兴？高兴。那为何皱眉？因为不能空着手回去。你想带什么？土豆种、火烫图、棉衣帐、北境商路，还有一批会盘抗的工匠。妹，别人回京带珠宝，你带泥瓦匠。泥瓦匠能救命，珠宝能吗？不能。本王给你人。王爷这么大方。你说过，恨归恨，翻案归翻案。现在案子翻了，该做事了。王爷记性真好。本王还记得你说恨我。现在少恨一点。
那本王继续努力。谢家终于洗清冤屈，沈玉敲的扇名碎了，沈家倒了，二皇子被禁足待审。可这还不是结束，母亲的嫁妆，谢家的宅子，被踩碎的名声，还有那些曾经冷眼看我们流放的人，都该一笔一笔讨回来。回京。现在当然要回京，但不是逃回去，是带着北境的风雪、良种和功劳，堂堂正正走回去。明堂，娘怎么觉得有点舍不得？娘，咱们当初来的时候，您哭得差点把车淹了。那能一样吗？怎么不一样？都是北境。来的时候是流放，走的时候是回京。可这儿有咱家的炕，有地窖，还有你妹妹种的土豆。明堂真不带几件首饰，带那些干什么？京城看重门面，那就让他们看看我的门面有多重。妹，你那匣子里装的东西加起来怕是比金子还重。终于聪明一回。我一直很聪明。你少说两句，让你妹妹歇歇。妹，你说王爷为什么不亲自送？他是镇北王，边关刚出军需案，他走不开。哦，你哦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王爷没来，你好像也没怎么失望。我为什么要失望？因为他走之前送了你一车冻梨，那是给全家的。他还给你一封军需合作文书，那是公事。他还说等京中事了，他会亲自来接你回北京。哥，你最近是不是太闲了？我去前头巡路。回京不是结束，是另一场仗的开始。谢家宅子要收回，娘的嫁妆要追回，沈家和二皇子党羽没清完，京城那些曾经踩着谢家讨好沈玉琪的人，也不会因为一道正直就真心认错。回京后有些事慢慢来。爹怕我太急，爹怕你太累。你这一路撑着谢家，撑着北京，爹都看在眼里。如今案子翻了，该让爹做些事了。爹想做什么？复职、查账，要回属于谢家的东西，还有护着你。你外祖家还在京城，娘的嫁妆单子也在，谁拿了什么，娘一笔笔都记得。京城城门到了。那时我们是罪臣之家，穿囚衣，戴枷锁，被人指指点点。如今我们带着圣旨、军功和北境的风雪回来。妹，我有点想笑，忍着。忍不住。那就别笑得太蠢。这哪里像刚平反，倒像带兵回京，镇北王亲派人护送，谁还敢小看谢家？谢大人，您回来了。这里何时轮到你做管事了？劳烦把屋里的人都叫出来。谢家的宅子，今日该还了。这件月白色的好，显得清雅。我觉得红的好，看着像去打架。宫宴上打什么架？就这个。妹妹穿白的也像去打架。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哑巴。我去练刀。这就是谢明堂，不像刘乔过的样子。听说他在北京开铺子，盘炕种土豆。女子做这些粗活也不嫌丢人。娘，别气，他们冬天冷的时候也会想睡炕。谢夫人、谢二姑娘，进前来。臣女见过太后娘娘，臣妇见过太后娘娘。你就是臣女正是。听说你在北境救了不少边军，臣女不敢居功，是镇北军将士命硬，也是王爷和顾将军处置得当。沈姑娘到。臣女沈玉昭见过太后娘娘。沈玉昭，你可知今日为何召你？臣女知道，北京棉衣出了差错，臣女难辞其咎。差错不是贪墨，不是害命。臣女自幼被父亲教导要心怀边关，每年捐赠棉衣药材，臣女都是亲自过问。可臣女终究不懂采买，不知下人竟敢以次充好，臣女有错，错在识人不明。沈姑娘也是被蒙蔽了吧？她一个闺阁女子，哪里懂军需？太后娘娘，臣女有几样东西想请沈姑娘认一认。呈上来。这是北境伤兵行里捡开的棉衣，旧絮、狼花、碎布，穿在身上风一吹就透。第二件是礼貌的供词，第三件是沈姑娘亲笔写给北境副将的信。这不是我的字，沈姑娘不认也无妨，京城有专门辨字的书吏，已经验过。回太后，笔迹已验，确为沈姑娘亲笔。
臣女只是听父亲的话，写了几封家书，并不知其中含义。那这枚玉兰丝印呢？沈姑娘每年在京城办义捐，收各府夫人银两布料，名义上是捐给北境边军，真正送到北境的只有30%，剩下70%进了沈家私库。可这册子，你捐了500两，我奉体善明。诸位夫人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也是被下人。沈姑娘，你每年在太后面前说边军如何苦寒，说自己如何牵挂，可北境商明王里有士兵穿着你送去的棉衣冻坏双腿，你写诗到边军的时候，他们正在拿芦花御寒。谢明堂，你非要毁了我！不是我毁了你，是北境那些冻伤的士兵，被摊掉的军粮，被你拿来博名声的百姓，在找你讨债。沈玉尻，哀家曾真心疼你，太后娘娘，可你不该拿边军性命换你的贤名。传哀家懿旨，沈玉尻德行有亏，欺世盗名，褫夺县主封赏，终生不得入宫。明堂，结束了吗？他结束了，那还有谁？二皇子。王爷，若老臣供了，沈家还能留一条血脉吗？那要看你供的够不够干净。东夷由二皇子府门下商人转手，炭火走横动车马行，药材入库前抽换，军粮账由兵部批红遮掩。这是二皇子，你说北京军需按牵出来的，连皇子都敢查，镇北王这次是真动了杀心。妹，听说二皇子府今日被抄了。听说抄出黄金30箱。听说还有北狄送来的狼皮和弯刀。你怎么一点都不激动？激动能把钱分给我吗？明堂，沈家那边送回来的东西核完了，少了6间铺子、2处庄子，还有3箱首饰，谁拿了？有2间铺子在沈家旁支手里，3间转给了二皇子府门下的商人，还有1间在当初落井下石的刘夫人名下。抄家怎么没抄到他？所以我们去要，现在！我也去。你留下。为什么？你一去像讨债，娘去像拿回自己的东西。娘，怕吗？不怕。谢夫人，许久不见。是许久不见。刘夫人拿着我的铺子，想必这些年过得不错。谢夫人这话何意？那铺子是我正经买来的。买自谁？自然是刘夫人。当年我被押出京时，你站在街边说罪臣之妻不配养乳玉簪，也到了你手里。我记得铺子、簪子，还有这些年铺子的收益，3日内送回谢府，不然大礼4件。娘，难受。娘只是觉得，原来把话说出来也没那么难，以后会更容易。王爷来找我试刀？不是。二皇子今日供了。供到谢家的案子了。供了。当年谢怀安发现军需账异常，二皇子怕牵出北狄私贸，令沈崇伪造军案，谢家流放是他们早定好的局。那我爹彻底清白了。彻底清白。多谢王爷，本王只是查了该查的账。王爷很喜欢这么说。哪句？信账。账比人诚实。那我妹也喜欢账，你俩还挺像。我去练刀。京城事了，你接下来打算如何？回北京。什么时候？母亲嫁妆收完，京城铺子理顺，带上绵种和工匠就走。本王同行。王爷不留京。北境军需案后，镇北军要重整，本王本就该回。顺路。王爷，京城到北境只有1条官道，你说顺路也没错。那便是顺路。我忽然觉得这屋里有点热，大概是京城的炭烧得太旺。妹，咱们这阵仗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搬家。就是搬家。真不回京了？谁说不回？京城宅子留着，北境也住着，两边都要有人管。那我去哪儿编？你去镇北军。王爷答应了。顾长辉看过你的刀法，勉强能用。
只是勉强。王爷，打一场。哥，到了北境再说。你别惯他，他有天赋，他也很容易飘。顾长风会打醒他。还是这风熟悉。夫人如今倒像北境人了。还不是你女儿带的。谢姑娘回来了！谢姑娘，谢大人，谢家回来了！娘，你又要哭？闭嘴！丫头带了啥回来？能让北境更暖的东西。有肉吗？有。老栓叔，你怎么只问肉？民以食为天，你读过书没有？顾将军，听说你想入镇北军？是。明日卯时交场。是。迟到一次，滚回谢记切白菜。绝不迟到。顾将军，他切白菜也不太行。皇爷觉得味道如何？比京城好。京城也有蟹品分号。没有你做的。王爷嘴也会甜了。实话，谢明堂。这是公事。是。这也是公事。不是，当初谢家被流放北境，本王未查清真相，是本王之过。你说恨我，我认。以后你要做北境的生意，本王护你；你要推广火炕土豆，本王助你；你要继续恨，也可以。那如果不恨了呢？王爷，那就看你以后干活勤不勤快了。本王会勤快。这个冬天真的不冷了。